我亲手挖掉自己的双眼送给妹妹，只为了能够让她活下去。可她成为大帝后，却联合其他9位大帝境，将我封印在轮回印中，要一点点向我炼化至死。然而就在我临死前，轮回印竟将我的一生记忆显化了出来。此时，所有正道人士都围在轮回印前方，即便我已经被封印在轮回印中，只要没有亲眼看到我彻底消亡，所有人都提心吊胆。毕竟我可是天下唯一的天地境强者。此时，前方一个男子站出来说道：“轮回印乃是万古神器，仅需3日便能将天地彻底炼化。”随着王腾的说话间，天地的身体也慢慢虚化。可就在下一刻，天地的身影突然消失在轮回印中，一时间所有人都慌了。什么情况？难道连万古神器都镇不住天地？相比众人的慌乱，王腾却只是淡然一笑：“诸位不必担心，现在不过是正在显现天地的一生而已，这也恰好说明天地正在被炼化。”闻言，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而此时的我刚刚穿越而来，本以为自己身为天地可以逍遥世间，可融合所有记忆碎片后，我直接傻眼了。自己竟然被天选之子所率领的正道联盟封在了这轮回印中，仅需3日，自己就会生死道消。这简直是天崩开局！我也只好尽快修改融合后的记忆碎片，寻找当前的破局之法。而在轮回印外，王腾不急不慢地说道：“大家不如趁此好好看看，天地曾经做过什么龌龊事。”王腾的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认可，而此刻人群中的宁冰女帝却打算离开，准备等到3日后再来。她名叫白宁冰，是天帝的亲妹妹。王腾见状淡淡一笑：“宁冰女帝更应该看下去，只有直面心中梦魇，我辈修士才能更进一步。”这时帝后也飞到白宁冰面前：“妹妹，看下去吧，我陪你一起看。”而王腾目光炙热地锁定2人，接着扫过其他几位女帝。之前他连直视9大女帝的勇气都没有，如今天地被封印，等到彻底将轮回印中的天地炼化，他便能顺利成为新的天帝。到时他就将这9大女帝通通收为弟子。此刻在轮回印中的我有些绝望，即使我修为盖世，也无法再从内而外的打破轮回印。于是我的目光停在了大殿内9位女帝身上，这些人都曾是我最亲近的人，只有让他们再度站在我这边，为我打破轮回印，我才能脱困。而轮回印会显示炼化之人的过往，于是我打算稍微修改过往，然后将其显示在轮回印上。对于从小看虐文长大的我来说，不把10大女帝虐哭，跪求我原谅，我的名字就照着写。不过就算是修改，也不能太离谱，适当的进行微调即可。最终我的目光放在了白宁冰身上。首先她是天帝的妹妹，是最早和天帝结识的人，再加上小时候的记忆，白宁冰应该不会记得太清晰，这更利于白宁冰反水到我这边。于是轮回印上的一张画面展现在了大殿众人的眼前。在画面中呈现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渔村，一家3口正坐在简陋的木桌旁吃饭。父亲是一位豪爽的中年男子，而母亲则是温婉的中年女人。此时他腹部高高隆起，显然又有了身孕，而那名5岁的男孩正是天帝小时候的模样。看着轮回印中的画面，白宁冰喃喃道：“他们就是我的父亲与母亲吗？”自出生起，白宁冰就对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儿子，你娘快生了，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我想要个妹妹。隔壁小虎经常和我显摆他妹妹有多贴心懂事。我在镇上看了好多书，所以妹妹的名字我都取好了，就叫宁冰。大殿众人都是没想到，宁冰女帝的名字并非父母所取，一想到自己的名字是天帝所为，白宁冰甚至对自己的名字都厌恶了起来。吃完早饭，我陪父亲出去打鱼，父亲凭借熟练的技艺打上来5条鳗鱼，我便提着几条鳗鱼来到镇上。我将鱼卖了几个铜板，然后来到心心念念的书馆。这1年下来，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且我还了解到了修行界的存在。传闻厉害的修士还能御剑飞行。在一本奇书中，我了解到了重瞳和至尊。传闻拥有重瞳者迟早会无敌天下，还有天地间的各种奇闻妙事。此刻白宁冰眼中闪过一抹痛苦，仅仅为了日后的无敌，你就能狠心抢取我的重瞳吗？在场所有人都觉得肯定是年幼的天帝知道了重瞳的存在，日后才心生歹念，夺走了白宁冰的重瞳。夕阳西下，我看完书开开心心返回村子，但当我来到村子后，却被眼前的画面震惊。只见整个村子到处都是尸体，就连湖水都被染色。当我回到家里，更是绝望到了极点。父亲和母亲全部倒在地上，母亲腹中的胎儿还没出世，便胎死腹中。这一幕直接让轮回印前的正道联盟展开了火。这样的开局太不符合人性。如果白宁冰没有出生，那么现在的宁冰女帝又从哪里来？所有人的脑子都有些不够用。白宁冰更是愣在原地，不知在想什么。画面中我哭得撕心裂肺，明明上午都还好好的，我甚至都为妹妹想好了，可现在一切都恍如隔世。快逃！这时父亲艰难地睁开眼皮，用尽全身力气说出几个字：小心阎罗殿。之后父亲便彻底断了气。我没有立刻逃跑，对着父母的遗体重重磕了3个响头。之后我在村子里寻找幸存者，看着画面中惨烈的情景，剑神女帝心中痛恨道：明明你也遭遇过灭村灭族之痛，为何之后你还要屠戮我剑神一族？直到我确认全村再无其他活人后，拿上家里仅有的口粮，便拼命地朝山上跑去。在深山里有许多猛兽出没，哪怕是成年人都不敢轻易踏入。但我靠着之前陪父亲上山打猎的经验，还是忍着被荆棘刺伤的痛，在山上待了3天3夜。这段时间我的泪水都流干了，眼里流出的都变成了血泪。直到口粮也已经吃完，我准备去镇上隐姓埋名，打算有朝一日再报仇。结果我发现，就连整个镇子也被屠戮干净，死状和村里爹娘的死状一模一样。不仅是镇子，周边几个村子都是已经遭难。回到村子，我为父母立了功。磕完头，我不敢多留，打算离开，因为此刻
这里似乎受到某种道法的影响，食物都开始枯萎收缩，变得不能吃了。随后我拿上父亲的打猎工具和弓箭，然后朝大山那边走去。路上渴了我就摘一些野果充饥，饿了就打猎来饱腹。一开始我还不熟练打猎手法，但渐渐的也找到了方法。当我来到山林另一边时，我突然遇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白虎，在体型的差距下我根本就不是对手。经过一番挣扎，我精疲力尽的倒在地上，而白虎也张着大嘴朝我扑来。在我意识模糊之际，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信念，我必须要活下去。我必须要活下去。在这强烈的意念之下，我的左目瞳孔在此刻一分为二，一股强大的威压在我身上爆发开来。重瞳在此刻觉醒，这一刻整个正道联盟再次炸开了锅。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天地原本就有重瞳，要知道重瞳已经是无敌路，而白宁冰更是失声自问，你明明已经有了重头，为什么还要再来夺取我的重头？这时王腾再次站出抹黑天地，大家稍安勿躁，注意看，天地虽然有重瞳，实际是3目重瞳，并非双目重瞳。他一定是看到了宁冰女帝有1目重瞳，便心生歹念，只为凑齐双目重瞳，虎抵天下。重瞳开启后，我发现白虎的速度在此刻放慢了无数倍，我随意一个翻滚就能躲开白虎的攻击，但此刻的我还不知道，这是我觉醒重瞳后的能力。于是，在下一次白虎扑过来之际，我一个滑铲朝白虎身下而去，手中的柴刀直接刺入了白虎腹部，将其肚子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最终，白虎怒吼一声，便再也没了生机。随后，我来到湖边洗去了身上的血迹，突然通过湖水的倒影，发现了自己左目底瞳孔，这才意识到我觉醒了奇书上记载的重瞳。我喜极而泣，谢谢娘亲，你们的大仇可以得报了。接下来的几天，我用白虎皮制作了一件虎皮衣服，将白虎的躯体烤成肉干充饥。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有人的声音，于是我躲藏起来查看，只见一男一女抱着什么东西急匆匆走了过来，隐约还能听见他们说道：“这个赔钱货扔在这里，让他自生自灭吗？”两人放下手中的襁褓，便急匆匆走了。天色太黑，我没看清两人的相貌，但那襁褓中的女婴却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女婴哇哇大哭了起来，我急忙走过去将女婴抱了起来。女婴被我抱起，顿时就不哭了，还眨巴着眼睛嘻嘻笑了起来。我不明白女婴的父母为何要将她抛弃，但女婴这时又哭了起来。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大人的说法，婴儿只要吃饱就不会哭了。可这荒郊野外去哪里找奶水呢？于是我一狠心，直接在自己手指上咬了一口，鲜血瞬间流了出来。然后我将手指递到女婴嘴边，女婴本能的吮吸了起来，哭声也终于停止，伴随着咬破手指地方的鲜血停止流出，女婴又哭闹了起来。我见状急忙将另一根手指咬破，再次让女婴吸吮。整整一夜我都是靠着这种方式活着，而我整个人都肉眼可见的疲惫了许多。看着画面中的一幕，白宁冰心中情绪复杂。如果女婴是他的话，那他就是欠了天地的救命之恩。我抱着女婴来到了山下的一个小山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村长。村长，我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孩子，请您救救他。老村长派人去通知了其他村民，没多久一男一女就赶了过来，他们立马痛哭流涕的大喊：“我的娃娃终于回来了！”我有些诧异的问道：“昨天晚上不是你们扔的孩子吗？”此话一出，两人顿时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胡说八道！这是我们的亲骨肉，谁会扔自己的亲生女儿？我不是很确定昨晚就是这两人，但犹豫片刻，还是把女婴交给了两人。夕阳西下，我准备离开这里去更远处看看，但临走前我还是打算去那户人家查看一下。但就在我刚走到窗外，突然听到女婴哭了起来，伴随着男人烦躁的声音：“呀，你不能停一下吗？多管闲事的小子肯定走了，要不再把这赔钱货扔一次。”女婴母亲的声音响起：“再被送回来就麻烦了，不如卖给我现在这个当成货，还能换点钱。”听到此处，我一脚踢开了房门。畜生，你配为人父母吗？同时，我手中已经握紧柴刀和弓箭。男人法音不降火，这是老子的，要杀要卖，老子说了算。好吧，我紧握拳头，喊声道：“我买。”男人和女人有些不信的问道：“哼，你个小毛孩子，哪来的钱？”我让两人等我一会儿，然后朝着山上狂奔，生怕发生变故。我将那头白虎的尸体拖回了那户人家门口。这头白虎，够不够卖他的命？女人满心欢喜的连说够，男人却是更加贪婪。等会儿，我这死老虎还不成？把你身上那件虎皮衣服也留下。接过虎皮衣服，男人这才将女婴交给我。随后我带着小女婴消失在了夜色中。我没有家了，你也没有了。从今往后，我们相依为命，再也不分开。这时我想起曾对父亲说想要个妹妹，于是我满脸温柔的看着女婴说道：“以后你就是我妹妹，以后你就叫白宁冰。”这一刻，联盟众人终于明白，原来这个女婴就是如今的女婴。这时甚至有人觉得宁冰女帝似乎亏欠了天地很多东西，虽然不是亲妹妹，但胜过亲人。而白宁冰这时也站在开口：“不管怎样，天地对我有恩，等诸事尽了，我会回去闭死关，再也不行走世间。”远离那村子后，我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抱着小宁冰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我开始前往下一个村庄。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宁冰吃饭的问题，她几乎只能吃奶，吃不了其他食物。傍晚我抵达了下一个村庄，这里虽然有很多牛羊，但我担心瘦奶吃了对宁冰的身体不好。在这里我问了个遍，都没找到适龄的产妇，于是我接连又找了3个村庄，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产妇，但这个产妇也有要求，可以给她喂奶，
但日子艰难，你得拿东西来换。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每天上山打猎，用瘦肉换产妇给民兵喂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我原本白白胖胖的身体，在奔波打猎中变得开始消瘦。不过，当看到小民兵的小脸一天天变得红润，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村里有人看我这样有些不忍心，建议让我把小民兵扔掉算了。我直接一口回绝，她是我的妹妹，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着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丢下她。喂养小民兵的那个女人也不是铁石心肠，见我日渐消瘦，她的条件也放宽了一些，而我也稍微减轻了一些压力。不久后的一天，小民兵会说话了。姐姐，这天，小民兵奶声奶气的叫我惊喜之余也出言纠正他，跟我学，哥。但小民兵还是叫我爹爹。最终在我一次次的纠正下，小民兵终于有了进步。他这次叫了蝈蝈2个字，虽然从爹爹变成了虫子，但总归是有了进步。之后在我的教导下，小民兵能说的字也越来越多。蝈蝈棒，举高高，我想吃大马。只要是小民兵想要的，我都会满足他。最后我通过一点点积攒卖瘦肉的钱，在村里添置了一间废弃的房子，这样我们兄妹2人也算有了家。不过这也导致我长时间营养不良，相比同龄人，我算得上是非常消瘦。这时轮回印前响起了议论声，不得不说幼年天帝对民兵女帝太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兵女帝算是天帝的童养媳妇。不过当众人看到白民兵杀人的眼神后，他们没敢继续说下去，而白民兵也在脑海中问自己，最初的时候，我真的算是他的童养媳吗？可为什么之后你就变了？小民兵长大一些后，我也开始带他去山里打猎，但就算去，也是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毕竟总待在村里也不是办法，也要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他长大一些，也能吃一些瘦肉。由于我经常在这里打猎，导致这片山的野味都快被我打光了。于是我们兄妹2人时不时会过上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而山里的水果也几乎只有木瓜树。于是从小到大，小民兵吃了好多的木瓜。此刻，正道联盟的人想到了木瓜的一个妙用，不过他们可不敢去看民兵女帝。白民兵自己下意识低头看了一下，确实还蛮有效果的。一眨眼便过去了5、6年。这天和往常一样，我带着小民兵去打猎，突然我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只见远处一群狼正在围攻一个少年，少年看起来和我年纪相仿。我在远处通过弓箭射死了3只野狼。由于我拥有重统之力，最终在我丰富的经验下，狼群全都被我给解决，而那名少年已经被撕咬得昏迷了。我顾不上收拾战利品，就一手抱着小民兵，背着少年往家里赶。我用药草为少年止血。就在这时，我眸光一凝，因为在少年的胸部部位有一根充满符文的骨头，我立马就想到了那本奇书里记载，这正是至尊骨。传闻有此骨者必为人族至尊。这一刻，联盟众人也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与此同时，众人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一位大帝的身上。此人是天帝的结拜兄弟叶逍遥，他之前在一次从商时被挖走了至尊骨，随后在王腾大帝的引导下，认为就是天帝挖走了他的至尊骨，这也是叶逍遥加入正道联盟的原因。叶逍遥坦然承认，没错，这里幼年天帝救下的人正是我。众人听完恍然大悟，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但有一点很让众人不理解，天帝是后来挖走的灵帝至尊骨，但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动手？要知道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王腾自认为想明白了一切，说道，很简单，肯定是天帝身边的幼年凝冰女帝的功劳。当时天帝动了贪念，但心性纯良的凝冰女帝将其制止，所以天帝才没在这个时候挖走逍遥兄的至尊骨。众人觉得王腾说的有道理，只有白凝冰看着这一幕没说话。幼年时期的事他记不清，因为年幼时白凝冰遭遇过一场大劫，在大劫前的记忆他都非常模糊。画面中小凝冰心思单纯的说道，蝈蝈，至尊骨是什么东东？我一边为少年叶逍遥止血，一边简单的向小民兵解释，至尊骨就是一块很厉害的骨头，只要有了它，就能成为所谓的人族至尊。小民兵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很是单纯的说着，蝈蝈，那你把他的至尊骨挖出来，这样你就能成为人族至尊了。这一刻联盟众人皆是无语，所有人都脸色古怪的看向王腾，这怎么看都是凝冰女帝在拱火。王腾此刻也是满脸尴尬，此时的凝冰女帝还小，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可以理解。白凝冰心绪有些不能平静，他没想到当时的自己竟然还会拱火天帝去挖至尊骨。对于小凝冰的话，我只是摇了摇头。别人的东西再好，终究是别人的，中途已是无敌，何须再借他人骨？此话一出，联盟众人只感觉震撼无比。原来天帝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觉悟与坚持，难怪后来能成为天帝，重统已是无敌路，何须再借他人骨？这份信念与坚持真的不是一般人。面对至尊骨的诱惑，还是这么好的机会却不下手，哪怕是在场诸位也做不到无动于衷吧。而白凝冰也记住了一句话，蝈蝈说的对，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以后我会好好记住的。但一想到后来被天帝夺取他的重统，他的脸色就再次阴冷了下来。忙活半天，我终于为少年止住了血，伤口也进行了简单的处理。而在我的照料下，少年终于醒了过来，他开口问道，你救了我？我回答是我。我们的交流极为简短，紧接着我烤了一只狼，递给了少年一只狼腿。少年也没客气，开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他现在急需补充力气，吃饱喝足后，少年说道，叶逍遥从不欠人情，说吧，你想要什么，我尽可能给你。我想了想问道，你是修士吗？之前少年被狼群围攻时，我发现他是有一定实力的，很像书中描述的修士。少年点了点头。那你能带我成为一名修士吗？我也想成为修士，只
想就有更强的力量保护妹妹。少年却摇了摇头，成为修士需要从小就进行修炼才行，你已经没机会了。但我目光却非常坚定，我想试试，因为哪怕只有一点机会，我都要抓住。少年想了想，从怀中拿出了一本功法，这是一部修炼功法，能领悟到多少就看你自己了。联盟众人一看，这是一本最低级的基础修炼法，扔在路上都不会有人去捡。可幼年的我却如获珍宝，我小心地收下，朝少年道谢。随后我和少年互相交换了名字。等少年伤势恢复差不多后，就离开了这里。而联盟众人却开始了议论：天帝不会就是靠着这本基础功法，最后成为了一方天帝吧？王腾大叫：不可能，天帝肯定是后来遇到了什么奇遇才成长起来。于是，在众人的见证下，我半炷香的时间就修出气海，踏入了炼气境。众人见状，倒吸一口凉气。他们中最快踏入炼气的也用了3个月。整个修行界的境界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道、渡劫、大成、真仙、仙居、准仙帝、仙帝、大帝。很多普通人一生都无法修出气海进入炼气，而少年时期的天帝仅凭一本烂功法就轻易办到。为了找回面子，王腾又开口了：看来这都是天帝天生具备的优势，但同时这也代表天帝能踏上修行路都仰仗了叶逍遥。如果不是他给了这本功法，或许天帝就会普通的度过一生。这时叶逍遥开口了：天帝能踏上修行路确实来自于我，不管天帝怎样，他也曾是我的结拜大哥，参与围攻他，我心中终归有愧。此件事了，我便闭死关，从此不再过问世间。就在这时，有人大叫了起来：快看，少年天帝的气势还在不断攀升。此刻的我短短片刻就达到了炼气6重才停下。不是我冲击不动，而是我担心小明兵会肚子饿，我要给他弄吃的。可小明兵吃饱喝足后，我又开始继续修炼。随着时间推移，我从炼气6重突破到了筑基境。这一刻，联盟彻底炸开了锅。一日进筑基，哪怕寻遍诸天，也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许多人都被这一幕震撼，但王腾还是把一切都归功于重组上，嘴里抹黑天帝的话一句也没少。而叶逍遥看着这一幕，心里却是非常复杂，甚至心里充满了痛苦。曾经他和天帝是实打实的结拜兄弟，然而天帝日后却残忍挖走了他的至尊。大哥，难道仅仅因为一根至尊就能让你变成这样吗？这番话叶逍遥没有说出来，其他人也不曾知道。哪怕到了现在，叶逍遥对天帝仍旧还是以大哥相称，可叶逍遥却一声轻叹，自己这个大哥终究还是变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除了自己修炼外，还教导小民兵修炼。我现在已经体会到了修炼的好处，虽然我不想让小民兵参与进我未来的复仇事件中。此刻联盟众人都期待了起来。天帝眨眼入炼气，一日入筑基，而宁冰女帝同样身负重统，想必宁冰女帝的天赋也不会差。王腾更是信誓旦旦地说道：迎宾女帝的修炼速度肯定也会一日千里，天帝只是因为运气好有重头。众人也都是这么认为。我按照功法让小民兵修炼，一开始我并没有提供指导，毕竟我刚开始也没人在旁指导，而且我担心我擅自指导并不适合妹妹，这样可能会把妹妹指导偏了，还是让她自己去感悟比较好。然而在小民兵自行修炼的过程中，别说瞬间感应气海眨眼入炼气，指尖都足足过去了2天，小民兵连半分气海的苗头都没感应到。蝈蝈这个好难呀，蝈蝈你教教我好不好？小民兵有些气馁的朝我求助。此刻联盟里最尴尬的就是王腾，所有人都朝他投去了质疑的目光。王腾清了清嗓子：迎宾女帝毕竟年纪太小，心智还不全，等有人在一旁指导之后，她的修行速度一定可以赶上天帝的。其他人觉得也有道理，等少年天帝指点过后，女帝应该就能将一切都悟透。看着朝我求助的小民兵，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有立刻指点。在我看来，自己悟出的方法肯定比别人指点的修炼方法更好。我本以为这样就能让小民兵修炼更加顺畅，结果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又持续了2天，小民兵还是没办法领会到气海。于是我打算将自己的修炼方式教导给小民兵。妹妹，这种方式你体会一下适不适合自己，如果感觉不适，千万不要强求。小民兵乖巧的点了点头，然后小民兵用我教的方法又修行了好几天，结果仍然没有进入气海状态。这一刻联盟众人都不能理解，现在分明已经有人知道了，结果还是无法感应气海，实在是太不合理。见众人的目光又看向自己，王腾只能再度咳嗽一声说道：想必再过几天，迎宾女帝就能进入炼气。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大跌眼镜。如今轮回印中已经过去了足足半年，小民兵还是没有感应到气海，这大半年他没有任何成绩，这种天赋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普通，哪怕是一些小修士都不一定比小民兵的天赋差。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王腾说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诸位现在只有一个解释，那应该就是迎宾女帝现在还没有觉醒重瞳。要知道，天帝是遭遇灭村之后才觉醒了重瞳，并且觉醒重瞳似乎有些条件。此刻白宁兵也在思索，他只记得小时候曾遭遇过一场大劫，等他醒来后，他的重瞳之力就已经觉醒。至于重瞳之力是怎么来的，他一直觉得也是到了一定时机就自己觉醒。王腾最终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诸位请听我一言，我感觉想觉醒重瞳之力，很可能是需要仇恨的激发，我在生命面对危机时才能觉醒。这个猜想立马得到了众人的认可。王腾大帝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不愧是未来的天地之选。诸位太爱了，如果我的猜想成立的话，其实天帝根本不算是救了宁冰女帝，反
反而是阻碍了宁冰女帝觉醒重瞳之力。如果当时没有天帝出现，那么野兽就会寻到婴孩时期的宁冰女帝，在面临生命危机时，宁冰女帝很可能就可以觉醒重瞳之力。所以不管怎么看，都是天帝阻碍了宁冰女帝的强者之路。众人都非常认可王腾的猜想，他们都觉得是天帝耽误了宁冰女帝，不然宁冰女帝如今的成就会更高，也许会成为宁冰天帝。而白宁冰看着这一幕却很不确定，他在心中问自己，真的是天帝阻碍了我觉醒重瞳之力吗？白宁冰心中隐隐有种感觉，真相好像似乎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宁冰一直没能感应气海，到最后他自己都放弃了。在这半年内，我的境界从筑基进入了金丹境界，又过去了2年，我已经从金丹达到了元婴巅峰。不过接下来我再怎么修炼，修为都停在了元婴巅峰，无论如何怎么钻研功法都不能进入化神境界。这时被震惊的联盟终于明白，天帝修炼的只是一本普通的基础功法，这种功法能修炼到元婴已经是极限，根本就无法达到化神境，并且也只有理论上才能修炼到元婴巅峰。可以说，少年天帝如今的境界是这部功法的极限，而不是天帝的极限。很难想象，给天帝一本好的功法，他在少年时期能修炼到何种地步。这3年过去，我和小宁冰都长大了，我14岁，小宁冰也长到了8岁。哥哥好无聊，我们去城镇那边逛逛好不好？听说那边有很多好玩的。现在小宁冰已经会叫哥哥，他每天都跟着我上山打猎，然后回村里，最多再去附近的村里转悠转悠。这样的日子刚开始还好，时间长了，他也就有些厌倦了。最近小宁冰听说大城镇的市集好玩，所以就很想去看看。我认为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保护妹妹了，于是便答应了下来。既然这样，我们今天就去城镇玩吧。小宁冰一听，整个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哥哥最好最好了。小宁冰的言语中满满的都是对哥哥的崇拜，还有能出去玩的心。宁冰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换上了最好看的一件衣服。即便他还是很稚嫩，但我似乎已看到他未来倾国倾城的模样。我带着小宁冰飞行前往城镇，刚进城，小宁冰就被眼前繁华的景象彻底惊呆了。哥，这里真好玩，这里人好多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哥哥，他们的衣服好好看，尤其是那几个骑马的人。哇，哥哥，那是什么？是其他人经常说的剧情吗？小宁冰一惊一乍，看什么都觉得新奇，而我则是带着淡淡的笑意，不厌其烦地为小宁冰解释。不过有很多不懂的事情，我也会直接坦然承认，妹妹这个我不懂，没关系，反正哥哥是最厉害的，谁都有不懂的事啊。小宁冰毫不在意。此刻看着这一幕的白宁冰，紧握的指关节有些发白，他隐约记得他的那场大劫似乎就来自这里。之后我带着小宁冰在城镇无忧无虑地逛着。哥哥，那就是糖葫芦吗？我要吃糖葫芦，我要买糖葫芦。小宁冰身上本来就有钱，看到卖糖葫芦的小贩，直接兴奋地冲了过去。妹妹慢点。看到小宁冰跑那么快，我连忙跟了上去。但就在这时，天空之中云层之上，有一个神情阴寒的白眉修士，正在俯视整个。之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小宁冰身上，没想到这么普通的城镇中，还有这么有灵气的小丫头。随即白眉修士大手一挥，许多人家的小女孩都不受控制，全部朝云层之上飞去，里面也包括小宁冰。她哭喊着大叫，哥哥救我呀，哥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家的父母也在哭喊，他们想抓住自己的女儿，但好像有种无形的力量，直接将他们狠狠摊开。而那些父母倒地后，直接生命气息全无，场面显得极为残忍。我拼了命的想去抓住小宁冰，但无形的力量直接将我压了下来。白眉修士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处小城镇还有一位元婴巅峰的修士，不过他并没放在心上。等得到这批童女的灵魂，老夫的修为绝对能更进一步，到时候哪怕雷劫也奈何不了老夫。联盟众人顿时就明白了，这白眉修士是一个合道境修士，现在的幼年天帝无论如何都对抗不了，并且公然抽取童女灵魂滋养元神，这种事放到现在，绝对是要被所有修士共同讨伐的。这时有人喃喃道，这么看来，天帝继位之后更改了修士法令，其实还是对世间有贡献的，至少现在这种惨状少了。这时王腾感觉差不多了。诸位，迎宾女帝现在遇到了生命危机，接下来她肯定会在危机中觉醒重瞳之力。王腾大帝说的对，现在兄妹2人都有重瞳之力的话，也不是不能和白眉修士对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然而现场的画面却让人痛心，我拼了命的去追小宁冰，已经在本能的燃烧精血，但实力差距太大，不管怎么样我都追不上。然后我看到小宁冰被这个白眉修士直接抽离了灵魂，小宁冰的面容瞬间就僵直了，这代表小宁冰没了生机。这一刻，联盟直接炸开了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宁冰女帝不仅没开启重瞳之力，更是在幼年期就死去了。那现在站在联盟的宁冰女帝又该怎么解释？要知道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抽取，那就代表他的生命彻底终结，而死去的人更不可能觉醒重瞳之力。联盟众人原本还以为在这危机时刻，年幼的宁冰女帝会觉醒重瞳，然后和少年天帝一起对战白眉修士，可画面中发生的事情让众人感觉一切事情都说不通。王腾尽可能用自己的理解说道，应该是这名白眉修士抽取宁冰女帝的灵魂后，将其收纳进了宝物中，并没有完全将其吞没，而之后少年天帝击败了这名修士，释放出宁冰女帝的灵魂，才将她救下来。这些话说出口后，王腾自己都不相信，毕竟现在的天帝想杀这白眉修士，简直可以说是做梦。他更猜不出画中的剧情，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而白宁冰此刻也是呆愣在了原地，他隐约记得自己遭遇过一场大劫，醒来后就有了一种重生感。就在这时，画面中的白眉修士动手了，他直接将所有童女的灵魂彻底吞噬。眨眼间，白眉修士的元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整个人的气息也暴涨了几分。联盟众人至少都是准帝以上的强者，他们自然能看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小宁冰的灵魂被消化后，再也没有任何能存活的希望。难道在这个时候宁冰女帝就死去了吗？如果是这样，
现在站在这里的宁冰女帝又怎么会和我们一起进攻天地？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时王腾灵光一闪，又有了想法。诸位，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画面中的这个小女孩虽然和宁冰女帝同名，但她依旧不是真正的宁冰女帝，应该是这个小女孩在此时香消玉殒，而天帝之后又认了一个妹妹，而之后认的妹妹才是如今的宁冰女帝。众人虽然觉得这种猜想不太真实，但似乎这就是眼前最好的解释。毕竟画面中的小宁冰已经彻底死去，而白宁冰看着画面中的一幕，总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这么简单。此刻联盟所有人都听到了我在轮回印中撕心裂肺的嘶吼声。妹妹，我绝望的声音引起了白眉修士的注意，他并没将我放在眼里，而是将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小宁冰丢给我。你要吗？来给你。我无比小心地接住小宁冰，此刻他脸上没有丝毫血色，我心中仿佛被千把乱刀狂斩。你怎么样？你回答我呀！其实不管我呼唤的声音有多大，小宁冰再也不能回应我了。他苍白的嘴唇和没有血色的脸，我知道这代表小宁冰生命已经终结。白眉修士吞噬过大量童女的灵魂后，他准备找个地方去渡雷劫，但就在白眉修士准备离去的时候，我直接拦在了他身前，叫喊道：你还我妹妹，还我妹妹！见我癫狂的样子，白眉修士只是噗呲一笑：小娃娃，你妹妹已经死了，老夫现在心情好，可以放你离开。但你要是不识趣，就别怪老夫。既然如此，那我就杀了你，为我妹妹偿命。说罢，我便更靠近了白眉修士几分。白眉修士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我的一道攻击却让他皱了皱眉。白眉修士发现这个少年明明是元婴修士，却有化神中期的实力，于是白眉修士立马警惕了起来。小娃娃，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如果与老夫有缘，老夫今天也可以饶你，即便你已经如此冒犯。白眉修士主要是怕少年是哪个大家族的传人，我这样他还真得罪不起。一想到这里，白眉修士就有些后悔，今天就不该来这个城镇。不过有一点也让白眉修士很疑惑，如果是大势力的传人，那为何少年的妹妹如此普通？而此时的我听不进任何话语，直接凌空一掌劈向白眉修士，这是我长久打猎悟出的战斗方式。白眉修士此刻一脸难以置信，竟然是剑影。可白眉修士发现少年手中并没有剑，他竟只靠手掌就劈出了剑影。白眉修士终究是有些托大，被我一掌劈中他胸膛的衣衫直接炸开。不给白眉修士骇然的时间，我又再度冲来，和白眉修士展开贴身肉搏。此刻面对境界比我高的河道境修士，我凭借本能的疯狂战斗，但在外人看来这和送死没有任何区别。而在我蛮横霸道不要命的进攻下，白眉修士竟一时间被搞得有些应接不暇。突然白眉修士冷哼一声，河道境的气息直接将我镇住，但我仍然没有退缩。我一边和白眉修士肉搏战斗，一边护着怀里的小民兵，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尽管他现在已经是一具逐渐冰冷的尸体，伴随着怒火的燃烧，我的重瞳在此刻开始一分为二，眨眼间一股无形的威压散发开来。而白眉修士彻底被震惊了，他立马认出这就是重瞳，同时白眉修士立马露出了狂喜之色。他在想，如果夺取重瞳之力，那还怕什么雷劫呢？不只是渡劫，即便是大成真仙乃至后面的准帝先帝大帝，他也不是不能争上一争。尤其是看到眼前少年只有元婴修为后，白眉修士更是觉得老天都在助他。哈哈哈，小娃娃，老夫便用你的重瞳之力，助老夫一路成就大帝之路。说完，白眉修士便伸出大手，朝着被他禁锢的少年抓来。但下一秒，我的眸中闪过一抹幽光，白眉修士的禁锢当场被我破开。白眉修士见状不禁反省，不愧是重瞳之力。此时白眉修士不敢托大，他确信只要他认真起来，这个少年绝无任何取胜的机会。随着白眉修士一声大喝翻来，一张漆黑的魂幡出现在了白眉修士手中。联盟众人见状皆是气愤无比，因为这魂幡上不知有多少生命被这白眉修士残害，并且从魂幡上能感受到白眉修士残害的都是普通人。联盟众多都是简直就要气炸，恨不得当场诛杀这白眉修士。白眉修士操控魂幡，那乌黑的怨魂之力直接缠绕在了我肩膀上。白眉修士想趁机绞断我的肩膀，但下一刻，一道金芒自我重瞳中爆闪，一把金色的长剑爆射而出。这一幕让联盟众人惊住，木射神兵，难道这就是重瞳之力的木射神兵吗？我感觉这柄金色长剑至少是上品灵器，虽然上品灵器对于众人来说不算什么，但他们知道，对于少年天帝而言，上品灵器绝对是一件神兵利器。因为白眉修士费尽心思炼制的魂幡，也才勉强接近中品灵器的范畴而已。重瞳之力只是稍微展现，就能凭空凝结出上品灵器级别的法宝，那日后天帝的重瞳之力又该多么恐怖！忽然一个疑惑出现在众人心中，他们似乎从没见天帝使用过这种重瞳之力。在我金色长剑的挥动下，白眉修士魂幡的怨魂碰到长剑的金光，就仿佛老鼠见到了猫一样开始疯狂退缩。紧接着我的眸光一闪，金色长剑又化成了一把金色巨剑。在我疯狂的进攻下，白眉修士的魂幡当场被我击成无数碎片，而白眉修士也遭到反噬，一大口本源之血直接喷出。白眉修士此刻心中惊骇无比，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和这个元婴少年差了2大境界，结果却被对方打爆了自己的本源法宝。众人也是瞬间失声，因为他们已经看出那柄金色巨剑是一把准仙帝器，重瞳之力竟然这般恐怖。很快有一个准仙帝强者发现少年天帝的重瞳中流出了一丝金色的血液，于是这个准帝下意识走上前了几步，结果下一刻这名准帝直接捂着眼睛惨叫了起来，并且身体也痛得开始抽搐。众人心中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王腾连忙开口解释：诸位不要离轮回印太近，靠近轮回印时会让画面中之人所呈现的痛苦同比例的折现出来。修为未达到仙帝者的道友莫要靠近，若修为达到仙帝倒是可以无。王腾最后那一句无事还没说出来，他本想做个示范，朝轮回印靠近了几步，结果下一刻整张脸都是惨白一片。如果不是他及时用修为封住了声带，他刚才也会像那名准仙帝一般惨叫出来。10几名仙帝听到王腾的意思，
应该是仙帝级的修为可以无视这种痛苦，于是他们不放在心上的上前了几步，结果下一刻，十几道惨叫声嚎啕般的狂叫了起来。所有人在此刻都急忙的远离了轮回印。王腾脸色有些苍白，也有些尴尬。诸位，此事是我疏忽了。轮回印呈现的画面中，人的体感是无视修为传递的，哪怕大帝也会切身体会到这种感觉。诸位千万不要靠近！所有人听完，没一人敢上前一步。但这时白凝冰却主动靠近了轮回印。白凝冰每上前走一步，他眼睛的痛苦就加重一分，距离轮回印越近，他所承受的痛苦就数倍增加。这就是他当初所承受的痛苦吗？白凝冰站在轮回印前，感受着痛苦，一动不动。刚才感受过痛苦的众人不禁自问，这份痛苦，当初的少年天帝，他究竟是怎么承受下来的？要知道，他现在还只是个10几岁的少年啊！此刻面对白眉修士的我，虽然疼痛，但我眼皮都没眨一下，因为我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和白眉修士的战斗还在继续，但我怀中没有生命气息的小凝冰确实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波及。我靠着金色巨剑斩爆白眉修士的魂幡，又开始主动朝白眉修士挥舞巨剑。白眉修士被我直接斩飞，整个人都飞进了云端。白眉修士还没回过神，我就已经杀入了云端。我仿佛入了魔。白眉修士在云层中不断被我狂斩，没多久，白眉修士就已经被我在空中生生砍飞了至少300次。此刻正道联盟一片寂静，谁都没有想到白眉修士会被少年天帝压着打。如果继续战斗下去，众人都觉得死的会是那名白眉修士。这时有人看着白凝冰问道：“不知战胜这名白眉修士后会发生什么？”凝冰女帝大人可还记得？王腾有些不满的开口道：“这位道友，轮回印中的小凝冰已死，绝对不是现在的凝冰女帝。之后会发生什么，凝冰女帝又怎会知道？”这时白凝冰没有情绪波动的声音传出：“我年幼之时曾遭遇过一场大劫，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醒来后就见到了自己的师父。之后我拜入师门，才有了如今的成就。”许多修士开始猜测，难道是少年天帝斩杀这名白眉修士后，又以大机缘复活了凝冰女帝吗？王腾觉得绝对不可能，因为小凝冰很明显没有复活的机会。凝冰女帝这般金牌绝艳，想必其师尊也一定是隐世高人吧。白凝冰虽然在感受着轮回印中的痛苦，但一想到师父，他心中就泛起了一丝温暖。我师父早已身死道消，不过师父他老人家的境界，即便是如今的我也无法看透。此话一出，让众人都为之骇然，而王腾也是可惜的说道：“可惜令师如此强者，若不是早已身死道消的话，与我们一起围攻天地，天地绝对支撑不住。”对此白凝冰没有回应，他发现王腾只关心师父是否活着，这样能更好的拿下自己的天帝哥哥。一想到这里，白凝冰就对王腾更加厌恶了起来。此刻白眉修士节节败退，整个身体都是伤痕，手指也是止不住的颤抖。白眉修士不知道祭出了多少法宝，但都被眼前少年尽数斩毁，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少年的那把金色巨剑。白眉修士顾不上心疼，他现在只想保住一条命。突然白眉修士发现少年收剑了，而且还把剑挡在了小女娃身前。白眉修士双目瞬间发光，他知道少年在保护那个小女娃，即便小女娃已经没了生机。于是白眉修士开始爆发出强大的威压，他打算将小女娃的身体直接压碎。而我一边保护着小凝冰，一边战斗，此刻也不得不由攻转守。而白眉修士招招攻击小凝冰，这也让我更加被动。联盟有些修士直接破口大骂，这白眉修士简直无耻至极，他竟然针对一个肉体凡胎的凡人，难道不觉得羞耻吗？由于白眉修士不停地针对小凝冰，我不得不分出更多的力量保护小凝冰，这让我根本无法对白眉修士发起攻击，甚至连防守都艰难了许多。突然白眉修士抓住机会，直接使出神通9阴血手，一只血红的大手朝我拍来，他的目标不是我，依旧是小凝冰。我已经来不及用巨剑格挡，只能本能的转身，用自己的后背挡下白眉修士的攻击。在这一击下，我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并且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萎靡。之后白眉修士不停地用这种方式进攻，而我没办法用巨剑格挡，只能用身体去挡。现在的我能否保住性命已经成了未知数。此刻联盟众人皆是悲愤无比，天帝丢下他吧，真的丢下他吧，只要丢下他，以你现在的状态还有一战之力，再拖下去就真的晚了。丢下他吧，他早就已经死了。众人的这些话虽然传不进轮回印，但他们还是希望少年天帝能丢下小凝冰，这样少年天帝就还有机会。为什么少年天帝要做到这一步？或许少年天帝还是希望保存小凝冰的尸身完好，能有虚无缥缈的希望复活妹妹的可能性吧。就算天帝日后再怎么恶贯满盈，但此时对小凝冰真心没话说。而站在轮回印前的白凝冰，一双绝美面容也有了剧烈波动。他突然想起了之前哥哥对村民们说过的话，她是我的妹妹，只要有我一口吃的，绝不会饿着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丢下她的。此刻白凝冰非常希望画面中的小凝冰就是他，但又不希望是他。如果真的是他，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被自己背刺，几天后将要被炼化的天帝哥哥。小娃娃，你完了，都这时候了，还护着一个没用的废物女娃，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你的重瞳老夫就收走了。白眉修士咆哮了起来，不许你说我的妹妹。这一刻我发疯似的冲向白眉修士，并且我的元神开始出窍。白眉修士原本还不以为然，但突然他开始面色骤变，而联盟众人更是震惊无比。天帝他想要炸掉元婴，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攻击，如果炸掉元婴，他会终生都无法再入元婴境。而白眉修士也是被惊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子府元婴，普通人的元婴都是拳头大小，但少年的却看起来如同一尊府邸。与此同时，我的元婴子府也爆了开来，而白眉修士被炸的瞬间苍老了几分。最主要的是，白眉修士灵魂遭到了强烈攻击，现在他随时都有被炸散的可能性，尸生一片。悲壮，天帝为了他的妹妹做的这一切实在太悲壮了。
这时王腾朝白凝冰说道：凝冰女帝，少年天帝已经炸掉了自己的子府元婴，不要再待在轮回印前，女帝犯不上在这种时候承受同等的痛苦。面对王腾的劝说，白凝冰一动不动，他承受着这股难以想象的痛苦，即便是他都有些承受不住。但白凝冰却发现，轮回印中的哥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白凝冰自进入大地境后，已经很多年没有过痛的感觉了，但此时在痛苦的刺激下，一些记忆碎片在他脑中逐渐清晰。他记起来了，他小时候很怕痛，原来并不是他成为大帝就不怕痛，而是他许久没有感受过痛的感觉而已。小时候有哥哥的保护，哥哥从来没有让他痛一点。记忆画面中，少年天帝与小凝冰在村中的遭遇逐步重合。轮回印中，白眉修士再次吐出一大口精血。现在的白眉修士显得萎靡不振，修为已经跌到了化神境，但现在他依旧有解决少年的能力。白眉修士嘴里不断大叫着，重瞳之力绝对是老夫的。经历过凝结2把神兵后，我的眼中早已流出了大量的金色精血。我想再次使用重瞳的神通，但却没有成功。我伤的实在太重了。看着距离我和小凝冰越来越近的白眉修士，我面露坚毅地做了一个决定。此时我体内磅礴的气海如同开大了开关一样，疯狂朝着我的重瞳之眼涌去。联盟众人惊呼：炸了气海本源！少年天帝在抽取自己的气海本源，他疯了吗？元婴已炸，气海本源再被抽取的话，他就真的要成为一个彻底废人呀，终生都无法再修行。并且少年天帝的气海绝对是众人见过最为浩瀚的，寻常修士的气海最多算得上是河流大小，而少年天帝的气海却如同汪洋大海般浩瀚。如果这样的气海被炸，未免太过可惜。白眉修士燃烧大量精血，准备发起最后的强势一击，但他的攻击还没出手，便被我浩瀚的气海所淹没。同时我右眼重瞳射出了一道恐怖光芒，整个空间在此刻都在颤栗。一道无光径直射向白眉修士，白眉修士身躯瞬间被斩成2截。此刻白眉修士彻底殒命，而联盟所有人心中都是震惊无比。毁灭无光，重瞳之力，天帝竟在少年时期就掌握了毁灭无光，传闻毁灭无光甚至能开天辟地，太强了。所有人都认为少年天帝实在太强了，但随着元婴炸开，以及瞳孔不断流出的金色血液，众人也都知道少年天帝已经奄奄一息。要不是天帝不愿丢掉怀中死去的小凝冰，天帝也绝对不会这么惨。的白凝冰一双美眸也彻底震颤了起来，他无法想象少年天帝是如何承受下这份痛苦。想着想着，一些小时候的记忆画面逐渐开始在白凝冰脑海中清晰起来，我的身体也已彻底透支，此刻身体直直的朝地面坠落。我用尽全力将小凝冰护在上面，自己的后背朝下。突然王腾再次发表见解，看来一切都很明了了。天帝这只重瞳右眼只有毁灭无光，却没有复苏的白光，这代表他日后强取了凝冰女帝的重瞳，只为夺走凝冰女帝的复苏白光神通。王腾此话一出，众多修士都看向了白凝冰，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因为他们有人见过白凝冰使用重瞳，但似乎并不是复苏白光，而白凝冰本人心中更是清楚，他自己从未使用过复苏白光，他的重瞳从来都是毁灭无光之力。突然间，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在了白凝冰心中，白凝冰心中无法平静，不可能，那样的话绝无可能到地面，如此高的高度，我掉下去必死无疑。但就在这时，刚才被我毁灭无光切开的空间裂痕突然伸出了一只苍老干枯的手，那股力量将我包裹，然后我开始轻飘飘地降落在地。王腾忍不住地冷哼道：此人是整个天玄界的千古罪人，他竟出手救下此刻的少年天帝。下一刻，一道苍老的身影从被我切开的空间裂痕中出现，这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妪，而联盟的白凝冰当场惊呼出声：师父！此人正是白凝冰的授业恩师，而联盟也再次炸锅，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这名出手的老妪是凝冰女帝的师父。而王腾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至极，因为刚才他对这名老妪进行了辱骂。凝冰女帝，我刚才并没冒犯尊师的意思，多谢前辈救我一命。我艰难地对着老妪叩了一礼，老妪和蔼一笑：无妨，我今日在别处空间恰好感应到你切开空间裂痕，想来是你我有缘。突然我想到了什么，心中涌起了最后的希望，还请前辈救救我的妹妹。面对我的请求，老妪则是淡淡道：已死之人肉体凡胎，与我无用，为何要救？这一刻整个联盟都寂静了，他们原以为肯定是慈悲为怀的老妪救活了小凝冰，但事实却打了他们的脸，而白凝冰也是正在了原地。原来师尊对我的好也是因为我的重瞳吗？白凝冰意识到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但天帝对小凝冰这种不求回报的好又算什么呢？突然白凝冰发现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见老妪不愿救小凝冰，我有些急了。前辈，我对你而言也是个将死之人，为何前辈救了我，却不救我妹妹？老妪再次和善地笑了笑：你不一样，你对我是有用之人，因为你有重瞳。少年人，你不要误会，我不会取走你的重瞳，相反，我还会将我拥有的一切都赐予你。见我一脸疑惑，我乃合欢宗之人，虽然合欢宗在上古前已经覆灭，但仍留有无上传承。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传人，本以为世间再无合适之人，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以你的天赋，定能让合欢宗重放异彩。联盟内王腾心里酸得不行，他搞不懂这些奇遇为何没发生在他身上。看到少年天帝一副很心动的样子，王腾嗤之以鼻地笑道：说到底，即便是少年天帝听到这种无上机缘，一样也会动心。在我看来，少年天帝的心智也不过如此，他终究只是为了得到这份力量，变得更强而已。王腾说完这些话，心中满满的都是优越感。在王腾看来，他和天帝并没区别。这时轮回印中的少年天帝开口了：我要是得到这份传承，能救我妹妹吗？而王腾听到这句话后，有些不敢想象，
少年天帝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有力量去救妹妹。面对我的提问，老妪直接给出了答案。不能，因为你妹妹已经死了。莫说是你，哪怕大帝在此，都救不了你妹妹。闻言，我的表情顿时平淡下来。既然如此，这份传承对我而言也是无用。这一刻，老妪有些无法保持平静。少年人，你可要想清楚，即便获得这份传承不能救你的妹妹，也能让你恢复实力。这样的传承怎么会无用呢？我无比平静地说道。我现在自负元婴已炸，气海也已干涸，已经是一个废人，当不起你这份传承。老妪淡然一笑。无碍，你有重瞳，仅仅这一点就胜过其他了。有你重瞳的天赋神通，假以时日就能恢复伤势。突然我灵光一闪，问道：如果我妹妹有了重瞳，那她能不能接受合欢宗的传承？如果接受了传承，又能否死而复生？你妹妹没有重瞳，她只是个普通人。我就对你两人的天赋感知完毕，丢下已死的妹妹，等你日后强大了，像这样的妹妹，再认上多少个都是无妨。老妪想让少年打消这个念头，好好接受合欢宗的传承。而我沉默半晌后，目光坚定地看向老妪。那如果我把我的重瞳给我妹妹，她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传承？是不是就可以死而复生了？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直接在联盟炸响。天帝说了什么？他竟要把重瞳给他妹妹，然后让小民兵接受传承，然后死而复生。要知道这可是重瞳啊，怎么会有人舍得送出去？等等，如果此时天帝成功了的话，那现在的民兵女帝的重瞳岂不是？突然没人敢继续说下去，因为这个玩笑实在太大了。而轮回印前的白民兵更是心绪不宁。难道我的重瞳真的来自于哥哥吗？如果是这样，我又该怎么面对哥哥？我可是亲手背刺了哥哥，我该怎么面对他？这时王腾站出安稳局势。诸位不要多想，天帝一定没成功，毕竟小宁兵已经死了。显然老妪被我的想法惊到了，他想了半天还是开口道：少年人，我佩服你对妹妹的这份呵护之情，但我要告诉你，即便你将重瞳移植给你妹妹，她仍旧是一个死人，一个死去的人，无法接受合欢宗传承。此刻我的目光中闪烁着蜥蜴之光。前辈说的没错，一个死去的人无法接受传承，而合欢宗传承也无法让死去的人复生。可是前辈，你可以先将我妹妹救活，对吗？老妪有些急了。开什么玩笑，我何时说过可以救她了？如果前辈救不了，根本不必说这么多。前辈一定可以救我妹妹。前辈只需回答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救我妹妹？我隐隐发现，这个白发老妪似乎不能说谎。沉默良久后，老妪终于开口了：不错，即便是大帝在此都救不了你妹妹，但我可以。联盟内又是一阵倒吸冷气之声，他们不敢想这老妪到底有多强。王腾趁机插话：宁兵女帝的师尊当真是前辈高人，怪不得宁兵女帝都看不透其师尊的境界。不知为何，王腾总感觉这老妪给了他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隐隐透着一种怪异。突然老妪又开口了：不过我不会救她，你才是合欢宗最合适的传人。不，前辈，你一定会救她，因为接下来她就会拥有我的这只重瞳。说完我便做出了要把重瞳抠出来的样子。老妪当场被吓了一大跳。少年人莫要冲动，你要知道，即便我救活她，召回她的灵魂，她也会是一副活死人的状态。那我妹妹如果接受了传承，是否可以恢复如初？老妪想说些什么，但似乎真的不能说谎。最终她缓缓点了点头。既然如此，这就够了。念及这里，我一只手放在重瞳上，另一只手掌放在小民兵的眼睛。老妪挽留的话还在继续，但我已经不再去理会。下一刻，我施展了重瞳的神通，移瞳之术。轮回印前的白民兵突然面色惨白的退了好几步。重瞳的移瞳之术，竟这么痛吗？这种痛远超之前的炸开元婴抽干气海。宁兵女帝不是曾被天帝强取过重瞳吗？难道现在是第一次体会这种痛苦吗？那一次，我在先前就被天帝打晕，对一切毫无所知。等我醒来之后，重瞳便已经没有了。突然，白民兵认为也许当年的事情另有隐情，不然哥哥完全可以在他清醒的状态下动手，也让他体会这种痛苦。过去了很久，我忍着晕厥过去的痛苦，终于坚持了下来。等一切结束，我的右眼成了一只普通的眸子，这正是小民兵之前的眼睛。前辈，快救我妹妹！仅仅只是这么一句，就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老妪重重叹了一口气，最终只能无奈地布下了隔绝法阵，同时一部澎湃的魂力爆发开来。没多久，我就看到小民兵的灵魂自空中飘了回来，在老妪的引魂术下，小民兵苍白的脸很快又有了血色，同时他也有了气息。多谢前辈，接下来还请前辈马上给我妹妹进行合欢宗传承。老妪停止引魂术，传承之地不在此处，片刻后我会通过空间裂痕带她去传承之地，多看看你妹妹吧。此次一去，你们兄妹二人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或者很长一段时间才
他都无法回到你身边了。轻轻嗯了一声，同时不舍地看着怀中的小民兵。没多久，我便扭头不再去看他。前辈，请带我妹妹前往合欢宗传承之地吧。老妪大手一挥，小民兵便先行进入了空间裂痕。你妹妹这一去不知要多久，等她回来要如何寻你？我平静地开口道：不必了，我想必活不到那个时候。老妪一双老目在此刻不禁震颤了起来。原来刚才少年人已经当成了此生最后一次和妹妹的见面。想了想，老妪抬手一挥，一道灵魂印记打入了我的体内。等你妹妹修炼归来，如果你还在，她会依靠这道印记找到你。谢谢前辈，我再次艰难开口。我知道这印记多半没用，但是给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希望。老妪惋惜地说道：可惜我的职责是寻找传人传承之地的资源，都要给传承者享用，我无权动用，不然我倒可以拿些丹药来医治你。不过在沉默片刻后，老妪还是朝我打出了几道魂力，这些魂力稍微滋养了我的灵魂。我感觉自己比之前风中残烛的状态好了太多，至少能保下一条命。在我疑惑不解的目光中，老妪笑了笑。我虽然不能动用合欢宗的资源给你，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帮你一把。如你所见，我早已死去，现在是魂体之态。什么？灵兵女帝的师尊竟然是一道魂体，这简直不可思议！白灵兵也终于解开了一个心中疑惑，怪不得之前他总觉得师尊很虚无缥缈，原来师尊只是魂体之态。原来如此。听到老妪的话，我并没太多表情变化，而王腾见状却急了，他不愿相信少年天帝的判断就远超于他，这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合欢宗对每个传承者的问题都必须和盘托出，这也是我无法说谎的原因。不过相比你妹妹，你这少年人还是合格了太多。如若不是我乃合欢宗的魂首，断然没有引魂的能力。如若不是你将他的肉身保存完好的话，灵魂同样无处安身。或许真是这小丫头与合欢宗有缘。多谢前辈，前辈是我妹妹的大恩人。我再次朝老妪艰难的行了一礼，不过前辈还是没有说为何会救我。我现在没了重头，元婴一毁，气海已干，完全就是一个无用的废人。前辈为何还要帮我一把？突然老妪淡淡一笑：谁说你是个无用之人了？年轻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股无限的可能。若你能活下来，未来的成就恐怕会超出我的想象。到时候以你对你妹妹的情谊，自然会保护她，这也是变相的保护了合欢宗的传人，又怎么会无用呢？联盟内众人都佩服老妪的眼光，因为他所预料的实在太准。民兵女帝一路以来最大的保障，其实是他的天地哥哥，并不是他那一身的传承。要知道白民兵身负重头，又有着倾城的容貌，在修为不高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遭人觊觎？但有了一个无敌的天地哥哥，便不再敢有人打白民兵的主意。如果没有天地哥哥的震慑，白民兵也许早就已经生死到效了。现在欠下哥哥这么多，白民兵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去偿还了。现在我终于知道老妪为何要救我。多谢前辈，我定会记住前辈的恩情。老妪淡然一笑：我这副身体多撑少撑几百年没什么差别，还不如用几百年赌在你这个有无限可能的少年人身上。联盟众人心中都很认同老妪的举动，因为他所说所做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前辈都是我和妹妹的大恩人，如果有我能帮上前辈的事，我一定尽心竭力的去做。老妪笑了笑：既如此，我倒真的有一个不情之请。天玄大陆上或许还有其他合欢宗的血脉流传于世，可惜我的状态已经没时间去寻找了。如果少年人你日后遇到合欢宗血脉，能随手帮上一把便帮上一把吧。我认真的点了点头。我答应前辈，如果我今天侥幸不死的话，日后遇到我一定极力照顾。老妪容颜终于舒展开来。好啊好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去带你妹妹接受传承了。在老妪即将离开之际，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不知前辈可否听过阎罗殿这个势力？老妪认真思索后还是摇了摇头。见多识广的老妪也不知阎罗殿是什么势力。离开前，老妪又反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少年人，你今日为了你的妹妹毁元婴气海，还把重瞳给了你妹妹，来日换成你妹妹，她会这么对你吗？这番话让联盟的白民兵如遭雷击，这对他来说就是灵魂拷问。他已经有些崩溃了。听到老妪的话，我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他会，他一定会，但我希望他不会。我希望他永远不要遭受这样的事情。我的这番话让轮回印前的白民兵彻底破防，他的泪水忍不住的从美眸中滑落。我没有这么对你，我何时这么对过你啊？白民兵深知自己不仅没掏心掏肺的对哥哥，还狠狠将他背刺。天地宫内有很多机关和隐秘，这些哥哥
的最后一礼中，老妪便带着小民兵消失在了这片空间，而我也被老妪用最后的力量进行传送，整个人飞在空中，不知去往何方。在老妪布下的结界消失之时，数名大修士立马赶来查看，结果一无所获，都不知道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就在少年天帝不知飞往何方时，轮回印前的白民兵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突然他爆发出了大地的力量，目标竟是轮回印，他想要毁了轮回印，将哥哥救出。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意阻挡住了白民兵。我早已察觉，果然你想救你哥哥出来。出手之人是剑神女帝，大帝王腾连忙上前劝阻民兵女帝。天帝作恶多端，不能将其放出来。白民兵表情没有丝毫波动。他是我哥哥，我必须把他救出来。或许我哥哥对不起天下人，可他没有对不起我。无论如何，我都会救他出来。与我哥出来后，我会劝他放弃天帝之位，我会和他一起隐居，不再过问世事。到时候这天帝无论谁做都与我们无关。好一个你哥哥对不起天下人，却没有对不起你。那我剑神一族被你哥哥屠戮又怎么算？这是剑神女帝的剑意愈发的冷冽，王腾也急忙的再次劝阻。迎宾女帝，你可要三思啊！要知道你的重瞳就是你哥哥取走的，他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白民兵坚定的回答道。我的重瞳原来就是我哥哥给的，他想要取走，本就是理所应当。说话间，一道散发恐怖气息的星盘出现在白民兵头顶，星盘里仿佛隐藏着浩瀚星河，众修士当场惊呼：我天哪！白凝冰竟祭出了合欢盘，这可是白凝冰的本命法宝，当年不知震杀了多少地级强者。迎宾女帝，你可要三思啊！为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天帝，真的不值。或者天帝小时候对你很好，但他已经变了。让白民兵更加坚定。我的这条命就是我哥给的，今天即便为了救我哥死去，也是理所应当。就在这时，剑神女帝也祭出了本命法宝。王腾急了，他怎么都没想到迎宾女帝会反水。如果在联盟展开双臂战，这里将会毁于一旦。迎宾妹妹收手吧，你没有胜算的。这时站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天帝的帝后柳倾城。其他7位女帝没有出手，但他们也知道剑神女帝加上帝后2人已经足够了，并且他们也不屑于多人围攻一人之事，于是他们联手稳定空间，不然这里肯定会毁掉。突然王腾在心中念叨着，要不彻底让迎宾女帝陨落吧。但就在产生这个想法的同时，王腾却突然有种被远古巨兽盯上的感觉。王腾心中无比骇然，难道这是被困在轮回印中的天帝使出的无上神通？或许天帝在迎宾女帝身上设置过一些自动保护她的禁术，一旦她遇到性命之危就会自动触发。王腾越想就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同时他也庆幸没有贸然对白民兵出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王腾也不打算任由3人这么打下去，于是他突然祭出了一件法宝镇天塔。白民兵正全力抵抗剑神女帝和柳倾城，怎么都没想到王腾身为大帝如此卑鄙，猝不及防下直接被罩在了镇天塔之中。众修士惊呼，镇天塔不是在万年前就丢失了吗？没想到落在了王腾大帝手里，有镇天塔在，就可以限制迎宾女帝一段时间了。王腾，你在做什么？这时剑神和柳倾城同时看向王腾，他们都对王腾偷袭的举动感到不耻。王腾立马装出大意的模样说道：“2位女帝，我也是没办法。放心，镇天塔不会伤害迎宾女帝。此事了了，我会亲自向迎宾女帝谢罪。”众修士还真被王腾被糊弄过去了。是啊，王帝也是为了天下着想，这一切只是为了解决天帝这个大祸患。王腾大帝真的有违世间天下的悲天悯人之心。剑神看着王腾美目中充满了不屑，他多少能猜出王腾的心思，因为刚才他也有种被恐怖力量锁住的感觉。此刻镇天塔中，白民兵使用合欢盘对着镇天塔不断的冲击，想要突破出去。王腾让众人不要担心，镇天塔是防御神器，即便是迎宾女帝也无法立马冲开。当然，剑神女帝的灵心剑号称拥有极致的攻击，如果剑神女帝想要突破镇天塔的话，估计一切就不好说了。剑神女帝负剑而立，剑者心之刃也，即可为杀，也可为护。本地的灵心剑从不只为攻击而存在。后就在剑神说完这番话后，他整个人都有些一怔，不知为何他的头有些隐隐作痛。刚才的那番话他好像在哪里听过。突然王腾发出了惶恐的惊叫声，迎宾女帝她疯了吗？只见在镇天塔中的白民兵正在燃烧精血攻击镇天塔，此刻合欢盘的力量比之前更加璀璨。王腾虽然担忧，但还是解释道：“诸位放心，即便如此，迎宾女帝短时间内也无法脱困。哪怕迎宾女帝脱困出来，天帝还没有被完全炼化，但天帝的实力也会被虚弱到大帝以下。那时一切便都无惧了。”王腾的话让众人松了一口气，在所有人看来，现在形势一片大好，接下来只要等天帝被炼化就好。而在轮回印中的我看着外面的一切，看着白民兵拼命救我的举动，我心情有些沉重。我总感觉幼年时的那一切不像是我编的，就好像是真的，甚至想在我身上发生过一样。不过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个，只靠白民兵一人肯定无法将我救出来，我得多拉几个大帝反水才行。于是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剑神身上，因为他的灵心剑号称有着极致的攻击，就是你了，剑神女帝。随即我整合了一下有关剑神女帝的记忆碎片，斟酌一下后，将其显示在轮回印上，然后再度进行改变。不知为何，我总感觉我编的就像是真的，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此时有人惊呼了起来：“叔父，
轮回印之中又有画面了。刚才轮回印的过往画面出现了短暂的停止，众人认为可能是刚才三位女帝大战波及到了轮回印。现在随着三人大战终止，轮回印中的过往画面又再度呈现了出来。此时轮回印中，刚才我与白眉修士大战所在的地方，已经来了数十位大修士，但他们却没有任何收获。此刻小民兵早已被老妪带走，而我则是被老妪传送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从空中跌落到了地上，但落地的瞬间，有股轻柔的魂力将我拖住，最终我安稳落地。我知道这是老妪最后的手段。我艰难起身，环顾四周，我现在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冷。这里冰天雪地，异常的寒冷。若是元婴和气海都完整，我自然不怕冷。但现在的我只能算是一个废人。不过我并没对老妪抱有怨气。之前在空中和白眉道人大战时，我就已经完全远离了村子。最后老妪若不把我随即传送走，一旦落入大修士手里，只会更惨。接下来我只能靠自己了。我一步一步走在雪地上。现在我需要先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一座人烟稀少的小城，即便我衣着单薄，就要撑不住。少数路过的几个路人也对我冷漠或是避之不及，而我的身体早就达到了极限，再加上茫茫大雪影响了我的判断，最终我身体终于支撑不住，直接倒在了大雪之中。联盟内众人又开始了议论，天帝现在身体状况真是一团糟啊！他现在算个普通人，如果没有人救他，他肯定会死在这里。最主要的是这座城人烟稀少，就算有人发现也会下意识绕开行走。这样我足足倒在了大雪里1天1夜，期间都没人来帮忙。但好消息是大雪停了。就在这时，一名衣着朴素、戴着雪帽的少女正一口一口哈着气，暖和着自己的小手。她恰巧从这里经过，少女注意到了倒在地上的少年，她犹豫片刻，还是俯下身摇晃起了少年的身体。喂，你醒醒，你醒醒！王腾见状直接发出冷哼。这名少女如果救了天帝，那她就是整个世界的罪人，是千古罪人。少女晃动了少年几下，发现少年早已冻僵，并且少女似乎还发现少年是个修士。少女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想要离开。她的理智告诉她不要多管闲事，但她想离开的态度并不坚决。她每走2步就回头看一次，看得出来少女很善良。突然少女听到了少年发出的一道呢喃声：妹妹，爹娘。联盟镇天塔内的白民兵，当听到命悬一线的哥哥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担心他，这让他的攻击更加疯狂。他想要快点出去救哥哥。听到少年的呢喃后，少女终于停下了脚步。既然他挂念着他的家人，那就肯定不是个坏人吧。最后少女还是将少年背了起来，然后吃力地向自己的住处走去。很久之后，少女终于将少年背回了住处。而这时联盟众修士却大感意外，他们本以为少女身上有一股若隐若现的精气，应该也算是个修士。可少女居住的地方也非常普通，甚至可以说是破旧。就在众人以为少女要为天帝解冻的时候，但少女却并没有直接生火，而是院子里拿出了一桶血进来，然后在少年的手臂上不停地搓呀搓的。联盟众人不理解这是为何，明明天帝都冻僵了，难道不是要第一时间给他生火解冻吗？少女为何要用血搓？就在这，剑神女帝清冷的声音传了出来：像少年天帝这般全身都被冻僵的情况，不能直接生火或者用热水浸泡。如果直接用火来烤，以现在少年天帝的身体状况，直接就会引起血管破裂。只有先用血搓身体，让血液畅通，身体慢慢复温之后，才能采用进一步的救治方法。这时众人才恍然大悟，真相原来是这样。然后众人对着剑神女帝又是一顿恭维，而剑神女帝只是淡淡说道：我只是从小也生活在这种严寒之地，对此有些了解罢了。剑神的话刚说完，他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隐隐觉得这个少女似乎有些熟悉。当少女为少年用血擦拭了半天后，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血液恢复顺畅效果，但仍旧有些治标不治本。再这么下去，少年的心脏肯定会彻底终止跳动。少女犹豫片刻后，双颊不禁有些泛红，她轻轻解开了少年的衣领。我可是头一次对一个男子这样，这次我亏大了，你可千万不能死啊！解开少年上衣的瞬间，整个人正在原地。少年的胸膛上布满了狰狞的伤口，有些是旧伤，有些还在渗着血。最触目惊心的是丹田处，那里仿佛被生生掏空，只剩下一个虚无的空洞，气息微弱如风中残烛。他从未见过如此重伤却还活着的人，下意识伸手轻触那道最深的伤口，指尖刚碰上去，少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口中涌出黑血，染红了他素白的衣角。少女惊慌失措，却并未退缩，她用尽力气将少年拖到炕上，又跑去院子里翻找草药。她记得爷爷说过，极寒之地生长的雪莲草能吊命。而此刻的轮回印外，众人正紧盯着印中画面。王腾冷笑着开口：看来天帝命不该绝呀！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都能遇到傻子的搭救。剑神女帝却突然上前一步，目光死死锁定在那少女脸上。虽然少女戴着雪帽，面容稚嫩，但那双眼、那神情、那下意识咬唇的动作，竟与她记忆中某个模糊的影子逐渐重叠。她呼吸微微急促，脑海中闪过零碎的画面：冰天雪地，少年背着她跋涉，她伏在她肩上，声音虚弱：哥哥，我冷。少年将她裹紧，声音坚定：别睡，我带你回家。就在这时，轮回印中的画面再度流转，时间仿佛被加速。少女每日上山采药，为少年擦拭伤口，为他服下雪莲草熬的汤药。少年天帝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每次醒来第一句话总是：我妹妹，她在哪里？少女轻声安抚：你会好起来的，等你好了，我陪你去找妹妹。少年望着他，目光恍惚，忽然握住他的手。你病是你吗？少女脸一红，连忙抽回手。我叫阿雪。少年沉默片刻，谢谢。日子一天天过去，少年的外伤逐渐结痂，但丹田依旧空洞，气息微弱。他尝试运转功法，却连一丝灵气都凝聚不起，每次尝试都会咳出血来。阿雪看不下去，按住他的手。
别试了，你的丹田已经废了。少年天帝眼神暗暗，却并未绝望。他看向窗外茫茫雪原，忽然问：这里有剑吗？阿雪愣了愣，剑，这里只有砍柴的刀。刀也行。阿雪找来一把生锈的柴刀，少年天帝接过握在手中，虽然虚弱，但握刀的姿势却沉稳如磐石。我走到院中，对着风雪缓缓挥出一刀，没有灵气，没有剑意，只有最朴素的斩击。但那一刀挥出的瞬间，轮回印外的剑神女帝浑身剧震，她认的那一刀，那是剑神一族入门剑诀的起手式。风雪出林，唯有在极寒之地感悟风雪10年以上，才能挥出如此纯粹的寒意。他怎么会？他怎么可能？画面中少年天帝每日挥刀，从清晨到日暮，雪落满身，他仿佛不知疲倦，即便咳血，即便跌倒，也会爬起来继续。阿雪在一旁看着，从担忧到沉默，再到眼眶微红。他悄悄多煮一份粥，将仅有的肉末全放进他碗里。某一夜，少年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口中一语不断：民兵，快跑！爹娘，阎罗殿，我一定要查出真相。阿雪用雪水为他擦拭降温，守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少年天帝终于退烧，却陷入更深的昏迷。阿雪咬了咬牙，背起少年，深一脚浅一脚走向雪山深处。他记得爷爷说过，雪山之巅有1000年冰瀑，可血脉疗伤，但那里有雪妖守护凡人靠近地府。他不是凡人，他是剑神一族流落在外的血脉，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轮回印外，剑神女帝的指尖深深掐入掌心，他终于想起来了。他原本出生在南域，家族为了练就出他的剑心，才将他放逐在北域雪原历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救下了少年天帝。后来当他返回南域家族时，没想到家族正遭遇大难，他被仇家追杀，再次逃入北境雪原时，是一个少年背起他，穿越暴风雪，将他藏在山洞中，自己引开追兵。也正是这一次悲惨的遭遇，让剑神女帝遗失了过往记忆。他一直以为那是梦，是濒死前的幻觉，原来是真的。原来那个少年就是天帝。画面中，阿雪爬上雪山之巅，1000年冰魄悬浮在冰洞中央，散发着悠悠蓝光。一只3眼雪妖从暗处扑出，利爪直取阿雪咽喉。阿雪不会武功，却本能的侧身躲开，从怀中掏出一枚玉佩，那是他从小带着的，从不只有何用。玉佩在接触到雪妖的瞬间，爆发出刺目剑光，雪妖惨叫一声，被剑光斩成2半。阿雪愣住，低头看玉佩，上面浮现出2个小字：剑心。他来不及多想，取下冰魄，匆匆下山，将冰魄贴在少年丹田处，蓝光渗入，我苍白的面容渐渐恢复一丝血色。当我睁开眼，看见阿雪冻得发紫的嘴唇和手上被冰魄冻伤的裂口，愧疚之意伴随着沙哑的声音：阿雪，你何必为了我而冒险？阿雪笑了笑：你答应过我要去找妹妹的，你不能死。我沉默良久，忽然伸手轻轻擦去他脸上的血水。等我恢复，我教你练剑。啊，真的？时光飞逝，3年过去，我依旧无法凝聚灵气，但我的刀法越发灵敏，甚至能在雪地上刻出剑印痕迹。阿雪跟着我学刀进步神速，他不知道自己学的也是日后自己创建的剑神一族独有的寒天剑意。某一日，一群黑衣修士闯入小镇，他们手持罗盘，径直来到阿雪家门前。为首之人冷笑：剑神余孽，果然藏在这里。阿雪惊恐的不知所措，我将他护在身后，握紧柴刀。黑衣修士不屑，一个废人也敢拦路。少年天帝不语，只挥出一刀，刀光掠过为首修士脖颈，只见其人头落地，其余修士骇然，随即联手攻来。少年天帝的刀光如网，每一步都精准踩在雪地凹陷处，借力借力，竟以凡人之躯连斩7名筑基修士。我回头看向阿雪说道：你走吧，他们不会罢休。阿雪摇头：我不走，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少年天帝苦笑，阿雪眼神坚定地说道：你救过我，现在该我救你了。他拉起少年天帝奔向雪山深处，那里有一座古传送阵，是爷爷临终前告诉他的，若遇大难可启动此阵，但去向未知，生死由天。2人踏入阵法，光芒吞没身影，轮回印外，剑神女帝已泪流满面。他想起来了，全部想起来了。那个叫阿雪的少女，就是少年的自己，而少年天帝就是背着他穿越风雪，教他练剑，为他斩杀追兵的天帝。他颤抖着看向轮回印，声音哽咽：原来是你。王腾察觉不妙，厉声道：剑神女帝莫要被幻想所惑，那是轮回印伪造的记忆。剑神女帝猛然转头，眼中寒光如剑。伪造？那我胸口的剑痕从何而来？我为何会使寒天剑意？我又为何一见他就觉得心痛？他抬手撕开衣襟，左胸上方一道陈旧剑痕赫然在目，那是当年追杀者留下的，本该致命，却被人以剑气封住心脉，保他一命。他一直不知是谁救了他，现在他知道了。王腾还想代言，剑神女帝却已拔剑，剑锋直指震天塔，放他出来。王腾面色铁青：剑神女帝，你也要反水？是。剑神女帝一字一顿：若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欠天帝的不止一条命。帝后柳青城闪身上前拦住剑神女帝：妹妹冷静，冷静。剑神女帝惨笑：若他真是被我出血缘之人，教我练剑之人，为我斩尽追兵之人，那我如今围攻他，与忘恩负义何异？柳青城蹙眉看向轮回印，画面仍在继续。传送阵将少年与阿雪送到一处荒古秘境，这里灵气枯竭，妖兽横行，少年天帝依旧无法修炼。但我凭借重重残留的洞察之力，与一身千锤百炼的刀法，硬生生在秘境杀出一条血路。阿雪在一次战斗中为救少年天帝，被妖兽毒爪贯穿肩膀，剧毒攻心，奄奄一息。少年天帝背着他跋涉千里，寻到一株解毒圣草，却有一只金丹境妖兽守护。少年天帝以凡人之躯与妖兽血战3日，最终一刀斩其头颅，自己却也重伤濒死。我将圣草喂给阿雪，自己倒在血泊中气息渐弱。阿雪醒来扑到他身边，哭喊着摇晃他：你别
少年天帝勉强睁眼，抬手擦去他的泪。阿雪疯狂将灵气渡给他，可他修为太低，灵气入体如石沉大海。他绝望地抱住少年天帝，我不要你死，我不要！少年天帝忽然咳出一口黑血，血中竟夹杂着点点金光，那是当年老妪留在他灵魂中的魂力，此刻被濒死激发生机与圣草药力融合，竟在他丹田处重新凝聚出一丝气旋。少年天帝活了下来，却依旧无法修炼，但那丝气旋让他能勉强调动一丝灵魂之力。他靠着这丝魂力在秘境中刻下无数阵法，引来天雷地火淬炼己身。3年又3年，他肉身逐渐强横，虽无修为，却可拳碎山岳。阿雪修为见长剑一小城，二人并肩闯荡秘境，斩杀妖兽，探寻古迹，感情日益深厚。某一日，他们找到一处上古剑冢，冢中有一柄锈迹斑斑的古剑，剑旁刻着一行字：兴剑无锋，大道至简。阿雪伸手触剑，剑身骤然亮起，无数剑气涌入他体内，他当场昏迷。少年天帝守了他7日7夜，第7日，阿雪醒来，眼中见一凛然，修为暴涨至元婴。他看向少年，眼神复杂。这剑认我为主了，他说我是剑神一族最后的血脉。少年天帝平静点头，你该回去了。阿雪拉住他的手，你跟我一起。少年天帝摇头，我还有事未了。什么事？报仇、寻妹、灭阎罗殿。阿雪咬牙，我可以帮你，不必，你的路在剑神一族，别为我耽误。阿雪从背后抱住他，声音哽咽，可我舍不得你。少年天帝身体微僵，轻轻握住阿雪的手，若有缘终会再见，我走了，留下阿雪一人在剑中。他握着古剑，泪落如雨。轮回印外，剑神女帝已泣不成声。他终于明白，为何自己会对天地宫中的一草一木熟悉，为何会下意识避开某些机关，为何总在午夜梦回时看见一个背影在风雪中渐行渐远。抬手灵星剑发出清越剑鸣，剑气冲天而起，直劈震天塔。给我破！王腾怒吼，拦住他，但其余7位女帝竟无一人动手。他们看着轮回印中的画面，神色各异，眼中皆有动摇。帝后柳倾城轻叹一声，退后一步。此战我不参与了。其余女帝纷纷退开，她们想起自己与天帝的过往，那些曾被认定为虚伪的温柔，此刻在轮回印中一点点浮现出真实的模样。剑神女帝一剑斩落，震天塔剧烈震动，塔身出现裂痕，白灵兵从塔中冲出，合欢盘光芒大盛，与剑神女帝并肩而立。你们都要反！王腾面目狰狞，白灵兵冷冷看他，是你要反，你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阎罗殿的余孽！王腾瞳孔骤缩，胡言乱语。剑神女帝剑指王腾，当年追杀我的人，就是你派去的。话音落下，白灵兵联手剑神女帝朝着轮回印合力劈下一击，只见轮回印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一旁的王腾见状狂笑，是又如何？如今9帝已去其2，其余7帝重伤为愈，轮回印中的天帝也将死，你们凭什么与我斗？他身后数十名正道联盟修士齐齐上前，杀气腾腾。就在这时，轮回印突然剧烈震动，印中画面骤然破碎，一道身影缓缓从印中走出，白衣染血，黑发披散，双目却亮如星辰，左眼重瞳，右眼普通，却透着看透万古的沧桑。他看向白灵兵，微微一笑，妹妹，我回来了。又看向剑神女帝，阿雪，久等了。最后看向王腾，眼神骤然森寒。阎罗殿现任殿主，你的戏该落幕了。王腾骇然，你怎么可能脱困？天帝抬手，掌心浮现一道轮回印虚影。轮回印炼化的是记忆，而我早已将记忆炼成真身。印中的我是过去，印外的我是现在。他一步踏出气息节节攀升，从凡人直入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道、渡劫、大成、真仙、仙君、准仙帝、仙帝，最终停在大地巅峰，威压笼罩天地，众生跪伏。王腾面色惨白，转身欲逃，天地一指虚空破碎，王腾惨叫，肉身崩裂，神魂被擒。天地捏碎其神魂，从中抽出一缕黑色咒印，正是阎罗殿殿主印记。当年灭我全村，屠我全镇，后又追杀民兵，设计离间9帝，皆是你阎罗殿所为。天帝声音冰冷，今日我以天帝之名，判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黑色咒印哀嚎消散，天地清明。天帝转身看向9位女帝，目光扫过每一张脸，白灵兵泪流满面，剑神女帝眼含热泪，帝后柳倾城低头不语，其余女帝神色愧疚。天帝轻叹一声，过往种种皆有缘由，我不怪你们。白灵兵扑入天帝怀中，哥哥，对不起。天帝轻抚她的发，你永远是我妹妹。剑神女帝上前握住他的手，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独自一人。天帝点头看向众人，声音响彻天地，今日起我重掌天地之位，整顿3界，肃清阎罗殿余孽，还天下太平。若有不服者可来战。闻言无人敢应，众生齐齐拜服。天帝牵起白灵兵与剑神女帝的手走向天地宫，宫门大开，仙乐齐鸣。他回首看向轮回印，印中画面定格在少年与阿雪分别的血缘。他轻声说，过去的苦难已成阶梯，未来的路我与你们同行。轮回印并未收起，天帝抬手按在轮回印上，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你们心中之祸，今日以轮回印为镜，照见真实。印中光华流转，画面不再是被篡改的过往，而是被掩盖的另一面。1000年前，合欢宗传承圣地深处，白灵兵闭关冲击地境，他头顶的合欢盘剧烈震动，盘中封印的是魂魔尊残魂，趁机反噬，魔气侵蚀他的重瞳。若重瞳彻底魔化，他将沦为魔尊傀儡。危急关头，天地撕裂虚空而至，他感应到妹妹危机，不顾自身天劫将至，以碧血为引，施展移瞳镇魔术，并非挖走重瞳，而是将魔魂与重瞳本源暂时嫁接至自己右眼，以自身地魂为牢镇压魔魂，过程痛苦至极。天地右眼血流如注，
但他动作轻柔如雨，生怕伤及白凝冰神魂分毫。仪同完成后，白凝冰陷入昏迷，他的重瞳也因此进入休眠状态。天帝将他托付给合欢宗护法长老，自己踉跄离去。天帝的右眼重瞳已被魔气污染，从此他闭右眼而战，世人只当他是巨鳌。而王腾早已潜伏在合欢宗，他趁白凝冰苏醒前，用幻心镜篡改白凝冰的记忆，镜中映出天帝狞笑蛙童的画面，声音扭曲的狂笑，此童当归我所有。白凝冰醒来时又同空洞俱同，眼前幻象未散，他摸向空洞的右眼，恨意滔天。此刻真相浮现，白凝冰颤抖着摸向自己的右眼，重瞳金光流转，他终于明白这童从未离开，只是曾被污染，而哥哥用自己眼睛替他承受了千年魔石之痛。天帝右眼缓缓睁开，瞳中已无金光，至于普通黑眸，魔魂已被我炼化，你的瞳早已干净。轮回印的画面转至上古战场上深渊，叶逍遥与天帝并肩探索，遭遇深渊守护者骸骨帝君的攻击，叶逍遥为护天帝以至尊骨硬汉帝君一击，至尊骨当场碎裂360片，陷入心脉命悬一线。天帝燃烧半身地血布下逆势回天阵，将叶逍遥伤势倒流至骨碎前一瞬，但至尊骨已毁，碎片若不尽数取出，3日内必死。天帝以至天手剖开叶逍遥胸膛，并非挖骨，而是如绣娘穿针，将360片骨碎片逐一剥离，每取一片，便以自身混沌骨髓填补，确保叶逍遥修为不损。取出碎片后，天帝将其封入养龙关，至于时间秘境温养虚万年方可重聚。而王腾买通天地宫进士道走养龙关，并以镜像师伪造现场。叶逍遥醒来时，只见胸口被剖至尊骨消失，身旁留天帝玉佩，玉佩映出幻象。天帝手持至尊骨冷笑离去。叶逍遥仰天惨笑：大哥，你为何挖我骨？如今真相大白。天帝自虚空照出养龙关，360片至尊骨已融合如初，金光冲霄。你的骨从未离开，骨归原位。叶逍遥气息暴涨，跪地泣不成声：大哥，我愚不可及。画面切至剑神族地天剑锋，并非天帝屠戮，而是藏氏族与阎罗殿勾结，欲解封天剑锋下镇压的师弟，但需要剑神嫡系血脉献祭。那一夜黑雨倾盆，10万藏氏从天而降，剑神族长血战至死，临终以秘法传讯天帝求援。此时天帝正在北境镇压血妖之乱，接到传讯后撕裂虚空赶至，却迟半步，全族仅剩藏在剑冢的少年阿雪。天帝挟阿雪突围，藏氏族的3尊准地为杀，天帝为护他，左眼重瞳超负荷施展毁灭无光，斩1尊重伤2尊，自身却中了尸神咒，不得不遁走疗伤。王腾以剪影石录下天帝与藏氏族的激战画面，却剪去前半段藏氏屠族影像，只保留天帝挥剑剑气波及族地的片段，更伪造3名剑神遗孤，指认天帝为凶手。剑神女帝看完轮回印中的真相，忽然拔剑斩碎虚空，剑痕中浮现族长的残面，声音嘶哑：阿雪，凶手是藏氏一族，天帝是恩人。阿雪丢下剑走到天帝面前，轻触他左眼下的旧疤，这道疤是为护我留下的吗？天帝握住他的手，柔声回应道：都过去了。轮回印的画面暗下，只传出王腾的密谈之声。帝后可知，以柳族世代守护的金氏白莲，实为镇压幽冥血海的阵眼。如今天帝修炼魔功，已与血海之主勾结，3年内血海必破，届时你柳族全族皆成祭品。柳青城怒斥道：无言，陛下绝非此人。王腾冷笑一声，用天帝遗留的精血伪造幻象展示给帝后。只见天帝在幽冥边界与血海之主虚影对比。王腾又道：唯一解法，以天地地血浇灌白莲，重封血海。你若不忍，我可不解，以假意判他，引他入轮回印。印炼化时自会提取纯净地血，我以秘法转注白莲，可保你族无恙。事成后我立誓不伤他性命，只废其修为。你与他可隐退山林。柳青城挣扎数月，终在族人性命与私情间选择前者。他要求王腾立天道誓言，绝不取天地性命。如今真相揭晓，柳青城面无血色，那血海是怎么回事？天帝轻叹，挥手间轮回印映出真实。幽冥边界，天帝并非与血海之主对立，而是以自身为牢，将血海之主镇压于体内，日日承受血食之痛。他气息不稳时的魔气冲天，实为镇压之象。倾城，我从未入魔。天帝褪去上衣，心口处一道白莲印记熠熠生辉。以足白莲，我早已地血温养百年。血海之威，3年前一解。王腾给你看的皆是幻象。柳青城瘫坐在地，失声痛哭。我以为我在救族人，原来一直都在伤害你。天帝轻轻扶起他，你的心，我从未怪罪过。轮回印中的情景快速闪过，其他几位女帝皆被王腾以类似手段所骗。百花女帝的独子中是魂骨，王腾谎称骨为天帝所下，唯有天帝死了骨才能解开。实则天帝早已暗中为其解毒，却被王腾的幻术所掩盖。玄冰女帝修炼走火入魔，需用万年冰心救命。王腾谎称冰心在天帝宝库，天帝吝啬不给，实则天帝早已将冰心炼入丹药赠他，他却因幻术未能看见丹药，反而看见天帝嘲讽他的幻象。烈焰女帝族中圣火将息，需天帝的太阳真火重燃。王腾伪造天帝拒绝的幻象，并称为天帝死方可夺真火本源，实则天帝早已分出一缕真火本源藏于他闭关处，也被幻术所遮蔽。星月女帝观测星象，得到地心陨落星帝当立的预言。王腾篡改星图，将陨落指向天帝，星帝指向自己。然而真星象显得确实，地心精结，光耀万古。星云女帝痴迷剑道，王腾献上师弟剑诀，称为怀沙地之心方可炼成，并伪造天帝打压他，夺其剑谱假象。而剑诀实为地级魔功，一旦修炼就会入魔。五帝看完各自真相，皆跪地愧泣，吾等有眼无珠，请天帝责罚。而天帝只是缓缓说道：王腾之局，以人心之惧、之贪、之爱为饵，你们中计非你们之过，是我未能早些察觉护你们周全。天帝走向轮回印中央，左目重瞳，金光大盛。今日以轮回印为鉴，映照所有真实。从此三界再无冤屈，刹那间金光席卷天地，所有被篡改的记忆，所有被掩盖的真相，化作光雨洒落世间。众生凡曾对天地有疑者，此刻皆见真实，悔恨、愧疚、信仰之念汇成火。
天地气息再度攀升，突破大地极限，踏足轮回天地之境。他俯瞰众生，声如天线。即日起，三界律法重定，摄巡天境，监察天下，冤者可自诉，恶者无所遁形。朕愿与诸君共守此约。开，万事太平，九地归位，万族朝拜。轮回印化为一座通天巨碑，立于天宫之前，碑铭真相，永镇世间虚伪与阴谋。天地牵起白